天心她怎么样了？除了有点虚脱，其他一切没有什么大碍。虚脱？怎么会虚脱呢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帮她继续检查。表姐，天心的报告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成？我已经跟院长说了，他说再考虑一下。还要考虑？难道他到现在还不相信天心吗？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院长跟我，思源、小川，我们是2个不同年代的精神科医生。我们这一代社会文化的进步，价值观也跟他们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对待天心这种个案有不同的看法。但院长毕竟是上一代的人，在他的思想里面，不是黑就是白，没有灰色地带，所以对这种精神病患会特别谨慎。可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，天心都不像是一个有危险性的人呐。还记得思源为什么会失常吗？就是因为他错判了作者的病情，所以才会越来越严重，陷得越来越深。院长只是不想重蹈他的覆辙而已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再跟院长正式的讨论一下。我答应你，不会让你发生任何事情。知道吗？不会有事。有没有想我啊？你回来了。我每天都在家里闲着，好闷啊，所以我就求李医生让我回来啦。原来是这样。你呀，你记不记得还欠我一顿饭？我记得是静儿将我搬到了那儿，在院长的办公台旁坐了一个男人，是他控制了静儿的思想。你说吃饭啊？我当然记得。不如就今天晚上好了，我接你下班。8点。那晚上见啦，准时哦。好。谢谢。我们2个终于能够单独见面了。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要请你吃饭吗？为什么？我希望你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我。切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啊！天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。我没有伤害天心，我没有。我知道你没有，可是你那天的举动，静儿，不如你把真相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真相是怎样，我已经记不了太清楚了。我只能感觉到自己曾经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些对不起你们的事，
你怪我吧，怪我吧。我没有要怪你，可是你不觉得整件事情有点太不寻常了吗？哪里不寻常啊？那在那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？奇怪的倒没有。啊，在这件事之前，我曾经有好几天突然之间完全忘记了自己做过什么事情，这个算不算啊？你再多说一点。详情是怎样，我已经很模糊了。我只知道，每当我去完一个地方之后，我会有一段时间完全的失去记忆。那你想想看，你那天去过哪些地方？是独立隔离区。对了，我每次去完独立隔离区之后，我就会这个样子。我真的只记得这么多了，高凯啊，我知道我自己很不认真，也很不专业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做一个很认真的护士的，你就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提这个了。真的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汤都凉了，赶快喝吧。高凯，什么事啊？这是我留给你的话。高凯，你是不是发觉天心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了？你说什么了？他身上那些原本不属于他的能力，正在慢慢的侵蚀他的生命。而我早已经说过，唯一能让他解除痛苦的，就只有我能够做到。你是作者。来找我吧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个未完成的约定。哎，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没说什么。汤凉了，赶快喝吧。天心醒了。高凯，不好了，什么事？天心他又不见了。去哪儿了？我刚才看监控视频，他跟一个病人离开了。病人？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女病人，叫大双。我知道了。帮我买单。买单了。坐一下。你先坐嘛，不用怕。你带我到这儿来为了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是想跟你玩游戏。是什么游戏？我想问你一些问题，要是你都答对了，姐姐现在马上放你回家；但要是你答错的话，那你自己好好想了，好不好？嗯。